找到了。啊？哎，就是他，周德俊，他没骗我。那吴总怎么说他没有司机叫小周？你们是谁？怎么在我的车里？您千万别误会啊，我们不是偷车的，我们小周是朋友。这钥匙是他给我的，来帮他拿东西的。你是从华侨来的？啊，去过哈密？去过呀，您怎么知道的？买过一车哈密瓜？我是八里昆镇农业合作社的社长，我姓吴。哟，您是当时卖哈密瓜那姐姐吧？是我。哎呦，这我这没认出来，这5年没见了，你这没认出来。吴志梅。你好，你好。我应该比你们大，叫我吴姐吧。你们认识啊？认识，当年我跑车的时候在哈密认识的。啊，尝尝。好家伙，甜的很嘛！要是甜的，八郎，快放开人家！你不这弄啥呢我？不好意思啊，石虎，快让大家散开。孙爸爸就等着这钱救命了，这瓜卖不出去，我们的孙爸爸就没了。不是，同志，也不知道你们遇上什么困难，帮不上什么忙。不，这个我们不能要。他们说的孙爸爸是我们镇唯一的小学老师，他得了重病，急需要钱医治。孩子们不懂事儿，那个钱我们真的不能要。同志，您这些瓜有过多少钱？这位同志，我是八里昆镇农业合作社的社长，我姓吴。这批瓜呢，是我们镇的集体产业。说实话，本来是有人要来收购的，可是收货商说变瓜就变瓜，我们也实在是没有办法，才在这里摆摊卖瓜。如果你真的想要，再等半个月，那会儿的瓜呀最甜。孙爸爸已经等不了半个月了。这样，同志，你这有多少瓜，我要多少。长安，你脑子犯啥糊涂呢？从哪弄那么多钱去？我这的确没多少钱，哥儿几个，你们有多少钱能借我吗？等这瓜卖了，我双倍分红。不借。我跟你一起买，总不能让你一个人当雷锋，我当落后分子吧？都拿着。您看这些钱我能买多少就买多少。谢谢你们。哥儿几个，帮个忙，把这瓜都搬车上去。我跟老马就不跟你们一块回去了，得把这瓜卖了再回华联。来，动手！帮忙，孩子们。来，慢点，来。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老马啊，这一趟出来，我真让你一无所有啊！你小子，自打一上车，你这嘴巴都咧到耳根子后面了。说吧，你这猴精的脑子又盘算什么呢？果然呀，什么都逃不过你老马的眼睛啊！我是这么想，与其咱们只赚个小小的运输费，不如咱自己买货卖货，反正都跑这一趟，咱自个儿当个倒爷，说不定能赚好几倍的价钱。那不行，那进货不得自己垫钱啊？要是卖不了，全打水漂了。所以啊，我告诉你，咱们这一车瓜就是老天爷给咱的机会。这哈密瓜在大城市那可是紧俏货，绝对卖得火爆。要是能一抢而空，以后你爱长安指哪儿我打哪儿，全听你的。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得嘞。汽车兵爱长安同志，走。下一站咱们去哪儿？汽车兵爱长安，报告马战同志，下一站出发西安，做了。我曾经问个无效，
你还是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带着你去哎，可以左看一看啊！新疆的哈密瓜，出去不要抢！来，免费给他。新疆哈密瓜，入味大炒面，质大降价，什么东西啊5钱1斤，8毛钱1斤，5钱1我说长安，这青瓜蛋子到你手里，还真成了香饽饽了。那可不，我告诉你，物以稀为贵，这哈密瓜在新疆到处都是，但是在咱陕西有几个人见过呀？好，这么一倒买倒卖，咱净赚500，不比单跑个运输费强啊？你这猴脑子确实精。你可说了啊，以后我爱长安去哪儿，你就跟着我去哪儿。是，财神爷，以后你让我去哪儿我去哪儿。走。哎，您姓吴啊？哦，您才是这瀚海集团的吴总吧？哎呦，这才是吴总呢。你是我的恩人，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挺惭愧的。哎，不好意思，我叫艾长安，这位是我华系的同事，叫杨薇薇。你好，顾姐你好。哎，长安，哎，你怎么会认识小周啊？他在我身边这么多年，没听他说认识华气的人啊。你说这不巧了吗？我们两个都因为没带这3证被抓去派出所了，就这么机缘巧合下认识的。哎，吴姐，您能帮我个忙吗？你说。就是小周出来啊，您别开除他。这样吧，我不去开会了，你去把小周接出来。好的，吴总。走，去我办公室聊聊。哎，走，来1、2、3，这不好意思，3证，行吗？哎，可以，吴姐，您的钥匙。我今天啊还托人在打听你的消息，没想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嗨，当年一个举手之劳，让吴姐记这么多年，是我的荣幸。当时你能拿出身上所有的钱来帮我们渡过难关，怎么能算是举手之劳呢？长安，你今天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吗？如果能帮上忙的，我一定帮。吴姐，吴姐，你们瀚海集团是不是要给车队换一批新车呀？对不起，这个忙我帮不了。瀚海集团毕竟不是我个人所有，我还得对其他的股东负责，而且集团的大宗物品采购都是需要进行招商的，卡车也不例外。如果你们想卖车，就来参加招标吧。长安，公私分明是我的做事原则，我希望你不要怪我。哎，不会，怎么会怪您呢？这公是公，私是私，不能破坏了您的原则。不过我们这一趟也不想白来，吴姐，您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吗？当然可以。在深圳，我们华气到底有没有发展空间？这次你们到广东还去了别的地方吗？没有。这几个月啊，我一直在跑，我发现已经不是深圳一个地方繁华了，整个南方都活了起来。当然，发展最迅猛的呀，还是特区。我敢断言，在接下来的几年，南方市场对卡车的需求量会非常的旺盛。据我所知，深圳有一部分不缺钱的大国企是直接购买进口的新车，但是仍然有大量的公司和车队是选择进口的旧车，比如说像我们瀚海。那你们知道为什么进口的车比国产的车贵，但是公司仍然愿意选择进口的车吗？因为进口的车故障率低，运输效率高，使用寿命长。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于一个大的公司来说，
卡车的总拥有成本比它的价格更重要。也就是说，价格不是关键，质量才是关键。也不完全对。如果你们可以在价格和质量上找到一个平衡点，价廉物美，我相信有更多的公司会选择你们的卡车，包括瀚海。来，你们看看这个，怎么样？咱们说归说，闹归闹啊，人家这 A*90这么多新技术啊，瞧瞧啊，瞧瞧，瞧瞧人家这12升的发动机的数据啊，最大马力420匹，最大扭矩1730牛米。哎，不去，你看这个啊，你看这儿还有空气悬挂，真是高级，高级呀！薇薇，还得谢谢你，要不是和你去看了德国威曼的展销会，我现在还是一只井底之蛙，在这呱呱乱叫。现在让我清楚地认识到，咱们华汽的重卡和德国威曼这些进口的重卡相比，简直一个就是天上的云彩，一个是地下的烂泥，这差太远了。哥几个，现在外面的人都说咱们华汽是只快死了的鸟，怎么扑腾都扑腾不起来了。就连徐迟，咱们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都认为今天的华汽已经不堪一击，到了要熄火的时候了。我听徐迟跟我说这些话，就像是一根根针扎在我心里。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华汽人，我绝对不允许别人把咱们看扁了。我要让他们瞪大眼睛看清楚，咱们华汽有能力造出好的卡车，更有能力卖出好的卡车。好，长精神，长安，我何小军一定挺你到底。我一直有这个想法，在瀚海的下面做一家汽贸公司，代理一个大的品牌。最近这家公司都已经注册完毕了，可是你们威曼给出的代理费实在是太贵了。吴总的心愿现在终于有机会完成了。你说威曼吗？华汽。现在通过爱长安，您肯定都了解了，华汽正在努力进行军转民，后面也会重点进行民卡的研发生产。华汽毕竟是老国企，有研发军用重卡的底子。上一次军转民确实不成功，但是绝不能代表这一次研发的新款也不成功。华汽现在要重点开发南方市场，如果这个时候您跟华汽就开始合作的话，做他们的广东省总代理，这个市场可是足够有吸引力的。于公，华汽重卡肯定有市场前景。于私，您不是一直说欠华汽那位司机一份人情吗？沈总的口才真是让人望尘莫及。你今天来，想说服我做这件事情，不仅仅是对华汽有感情，你跟爱长安是不是也有私交？1周前，有一位姑娘来找我，她是华汽子弟，但从小在上海长大。6年前，我们一起回到华汽，但她一心想留在上海，而我却一片雄心想要留在华汽。我跟她正好完全兑换了一个位置。那天她来找我，对我说希望我能帮帮场子。那一瞬间，我真是感触良多，尤其是有个细节，她约我在咖啡厅见面，她却没有点咖啡。最后解释说她舍不得点，因为在华汽危难的时候，在5星级酒店点一杯咖啡，她觉得是一种不该享受的奢侈。所以你就想做点什么？于公于私呢，我都会好好的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再给你一个答复。好，那我就不打搅您了。吴总，最后还是想拜托您，不管您做不做这件事，都希望您不要告诉别人。是不告诉爱长安吧？不好意思，吴总，这个原因无关任何一方利益，是我私人的事。你帮他为什么不让他知道？好了，我不问。多谢吴总。南国招待所吗？
请帮我转向210房间。长安，是我。哎呀，原来是吴总。哎，你好，你好。哎，好的，我马上过去。瀚海的吴总让我赶紧过去，说有大买卖要谈。哎，是不是还想给咱们几辆车呀？威曼的车我没有办法让给你几台，但是我可以给你100台华汽的卡车。你要卖华汽的车？对，吴总是这么考虑的。在请你来之前，我跟艾长安已经仔细的了解过了情况。他呢，是我多年前还在新疆的时候就认识的老朋友，这几年也一直在打交道。我也知道你是一个守信用的生意人，所以我们就直奔主题。接下来我会做华汽广东省的总代理。我们瀚海有一家新注册的汽贸公司，会先跟华汽签一个购车合同，等下个月车到手，优先供应给你们潮汕车队。你们来看车试车，满意了再跟我们签合同，直接从我的手上拿车。如果后续卡车有任何的质量问题，你就找瀚海的汽贸就行，我负责给你修好，然后我再去跟华汽结算。没错，这些呢我都已经跟吴总谈好了，这些您都放心，绝对没问题。吴总，没想到你会出手。你们瀚海啊是家大业大，做事儿有规矩，我肯定是100个放心。那请问价格呢？价格是这样，贾队长，我之前已经跟您说过了，我们华汽呢有优惠，35万一台，吴总这边会加上10%，最后也就是38万5一台给到您。贾队长，这多出来的10个点买的是万无一失，掏的不冤呀。再说了，市场价可是42万呢。怎么了，贾队长？说说你的想法。我们这个车队就是一个联合体，潮汕人很看重宗族关系，大家都是捆绑在一起赚钱。我这个队长也不过是大家推举出来打杂的而已。掏钱买车那都是个人，我说了不算。要不然我真想甩掉吴总，在你这儿直接订货。吴总，我只说一句，37万我们就成交。潮汕人做生意的精明，那可是远近闻名。想从你们身上赚点钱，难呐。贾队长，谢谢你，谢谢。为啥威曼的设计师要这么设计？因为车是给人开的，他们的设计理念就是一切以人为本。没错，一切以人为本，是咱们华汽要向威曼学习的理念。拿给大家伙看看。大家现在看到的图，就是空调卧铺重卡的简单构想。我师傅何启山曾经告诉过我，在咱们7吨重卡的研发初期，本来是想把空调加进车厢，可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吧，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对，还真有这事儿。退伍前，我是一名汽车兵；退伍后，我回到华汽当了几年的试车员。我深知，对于卡车司机而言，最难熬的季节就是冬天，还有夏天。这一到夏天，车厢内就像是个大火炉一样，这司机就算不中暑，也得脱水。这到了冬天，卡车司机的双手冻得像个大红猪蹄子似的。大家说说，这车还怎么开得好吧？但是装了空调就不一样，冬暖夏凉，卡车司机舒服了，这车开的也就更长了。加装了卧铺，就更简单易懂了。许多卡车司机连续几天几夜的在路上，如果能在车里睡上一觉，醒来之后再去赶路，这不就能大大减少交通事故吗？这个图我拿给我们3产的所有司机去看，他们都连连叫好啊，
说如果能开上这样的卡车，那得多幸福啊！国外啊，早就有条了。是啊。二厂啊，咱们厂的情况呢，大家伙都知道。假如说要研发你所说的这个空调卧铺重卡，筹集资金艰难先不说，如果真的研发出来了，你怎么有信心它就能有销路呢？杨总会计师，您先请坐。同志们，改革开放以后，南方的经济发展迅速，许多有钱的企业还有车队都有购车需求。我相信，只要咱们华汽的重卡设计好、技术好、质量好，价格还便宜，就一定能够卖得出去。虽然现在我没办法像太平同志一样拿着大订单给大家看，不过我爱长安有信心，只要咱们华汽能够生产出符合当下市场的重卡，咱们华汽就一定能够收到源源不断的订单。媳妇儿，我觉得就是长安这些想法的确是挺好的，但现在咱们厂的情况是举步维艰，你要跟太平那个实实在在合同比起来，我就担心长安比较吃亏。那倒未必，长安哥说的在理，我支持他，我跟我的朋友们都投他，你投谁我不管。行，感谢各位，我的演讲结束，谢谢。现在挺哭。好的，感谢爱长安。现在我们所有竞选人的演讲全部结束，下面开始现场投票。黄老板，我已经帮你说过好话了，但沈总还是不同意你来做代理商。我是给你帮忙的，结果我先挂掉了。哼，你对我也太不够意思了。谁让你提前走漏风声了？我可是让你在签约会的时候才站出来的。我就是想稳妥一点，提前通知几个人，做做声势。我可都是为了你才成这样的，你可不要害我。现在真的没有办法了。我刚刚可是一直在替你说好话，可是他们俩坚决不同意你来做代理商。再说了，我们深圳直营中心的工程不是已经给你小舅子做了吗？如果以后还有机会，哎，你不要讲以后了，就讲眼前嘛。那广州不是要开一个？广州的工程如果再给你小舅子做，他们肯定会怀疑我们俩之间有关联。大不了我在外面找几个朋友。不行，风险太大。我还是那句话，这次我是给你帮忙才落得这个下场，可我一点责任都没有，你自己看着办。等等。不行，这销售经理不能交给葛太平。葛太平票数可是排第一啊，这是全体职工选出来的销售经理。那你给大家一个理由，为什么不行？知子莫如父，他肚子里面有多少墨水，我比谁都清楚。销售经理对华汽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这个担子他扛不起。扛得起扛不起，那得通过实践检验才能知道嘛。这次咱们对这个年轻人委以重任，不是就要放开胆子，迈开步子吗？邓小平同志都说了，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要敢于试验，不能像个裹着小脚的女人一样。所以咱们看准了的就要闯，就要大胆的干。书记的话我同意。葛太平同志是工人们一票一票选出来的，咱们就这样推翻了不作数，我们工会不好向工人们交代呀。
那对不起大家了，我今天就必须一言堂了，由这个排名第2的艾长安担任销售经理。葛厂长，我不同意。他艾长安没本事拿第1，他就没资格当销售经理。梁总，廖总，艾长安这个方案，从财务上还有技术上，3个月的时间，你们2个觉得有没有希望？说句实话，我认为就是一场豪赌，就是把华气所有的家当全都押上了。但万一车卖不出去呢？那华气可真的要破产了。厂长、书记，这个风险可不小，你们要考虑清楚再做决定。我有不同的看法。虽然这次是场豪赌，但是有很大希望能赢。艾长安的方案一看就知道是从市场需求出发搞出的设计，在技术上3个月没什么大问题。而且我相信，这样的卡车只要推向市场，是一定会受欢迎的。那这样，咱们先成立2个销售部门，葛太平带1组，艾长安带2组，人员呢让他们自己选。吴京，我还是那个意见，我不同意艾长安带2组，他不配。哎，厂长，这个只是一次摸索，也是一场比赛。3个月之后，看他们的销售业绩，谁的销售业绩最好，咱们最终让他当这个销售公司的经理。但是有一样啊，我得先说好了，到时候结果出来，谁也不能提出什么异议了啊。葛厂长，你觉得怎么样？好，我同意。我也同意。职工那边，我来传达。那财务方面我会安排妥当。我保留意见。啊，我知道你在家，你出来！你告诉我，我明明得了第1，凭啥不让我当销售经理？你出来！慢点。那姨你好好休息，厂长刚才走了。好，你今天辛苦了啊，快回去休息吧。啊哎，好好好。你好点没？好多了。你倒点水去。呀，太平，你这咋又喝酒了？啊？你干啥去了？你妈昏倒了，在医院里面打了1天的吊瓶，你不去看她，还跑去喝酒？哎呀，没啥事情嘛，都老毛病了。你再说太平也不知道。哎呀，行了行了，你别老惯着她了，你看把她惯成什么样子了。我喝酒，还不是因为你。刘主席已经找我谈过话了，说厂领导开会决定不让我当销售部经理，这肯定是你的主意。我凭自己的本事拿到订单，赢得工人们一张一张的选票。爸，除了你，哪位领导会不同意我当销售部经理？你凭啥违背民意？你这就是固执、古板。你再说一遍。你是固执、古板。哎，来，大哥，到！我他妈想说你这么个东西来！怎么了？我没让你当这个销售经理，你不服气是吗？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让你当吗？
你去跟你妈说清楚，你那个林场的订单是怎么来的？你胆子不小了，你敢偷偷摸摸的去找蔡叔叔，这是什么行为啊？你这是作弊！你让全场的人知道这件事儿，你把这个老脸往哪儿搁？葛太平，我告诉你，全场上下所有的人都可以当这个销售经理，就是你没有资格。就我没资格，我凭啥没资格？蔡厂长肯签这个合同，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要不是我千里迢迢跑一趟云南，这订单能拿下来吗？爸，从小到大，我除了有个名声是你厂长的儿子之外，在你这儿我占过啥便宜？享受过啥待遇啊？大专一毕业，你就把我下放到车间，你还特地嘱咐车间主任让我干最苦最累的活儿。去年虽然把我调到了销售科，可是只要我犯一点点错误，你就会当着所有人的面开口就骂。我这么大个人，一点尊严都不要吗？你让我很难做人。还有，我风吹日晒全国跑，到处求爷爷告奶奶拉订单，我抱怨过吗？爸，你知道为什么这样？我还想当这个销售经理吗？我就是想干出一番成绩来，让这位当爹的看看，从小到大被你瞧不起的这个儿子，他不是废物，不是。他烦了。哎，于凡，你没事吧？快坐。你没事啊？没事。我给你倒点水去。你能听我说几句吗？俺跟你成家是组织上安排的，你是国家的栋梁，厂子里的人才，而我呢，就是个农村女子，大字也不识几个，能嫁给你，是我8辈子修来的福分。虽然说我比你大几岁吧，但是我打心眼里头佩服你、尊重你、崇拜你。跟你成家的这些年，不管是吃穿住行还是大事小情的，都没有让你操过心。这20多年来，只要是你想做的事情，我都听你的，也没有跟你红过脸。但是现在我想说你几句，我一定要说你几句。你对太平太严厉了。太平早产，这你知道，从小就身子弱，经常生病。虽然说他不是那么聪明的娃，但是他一直都特别的用功，但是学习成绩吧，一直都不见提高。我知道你是望子成龙，但是你天天对他吹胡子瞪眼睛，弄得他从小就害怕你。这些年，他为了得到你的认可，一直都在努力的做着每一件事情，而你呢，你都没有正眼看过他。就刚才他说的那一番话，也是我在心里头好多年不敢说，娃心里头委屈。你们父子两个，如果再这个样子下去，万一哪天……
你们两个可咋办呀？哎，别说这套话，我难道不知道他是我儿子吗？我为啥不让他当这个销售经理？你想想，这件事情如果让厂子里面人知道了，人家一定认为我这个厂长是滥用私权扶自己儿子上位的。到那个时候，他就算是有成绩，不会有人服他的。厂子里面不是没有给他机会。接下来3个月，厂子里面决定让他和艾长安一起竞争这个销售经理。到时候他如果真的赢了艾长安，我就会对他刮目相看。我相信全场的人也都会对他刮目相看的。我就是希望你们父子两个好好的。本台记者报道，今天上午10点，市政府会同市公安局以及市交通局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从今天开始展开一次为时3个月的卡车专项大检查。最近几年，随着特区新一波建设热潮的来临，本地道路上出现了为数不少的走私、诱堕和报废卡车。这些车辆因车况较差，严重影响市民交通安全，引起了相关领导的重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无锡阅读。我盼望的新闻终于出现了。是，的确是一个大好的消息，但是咱们俩现在得去机场接马库斯了。好。谢谢。坐，马库斯。南方分公司落地深圳才几个月，就能这样快速的布局，非常了不起。Nick， 一开始我对你提拔 Sharon 作为南方公司的总经理还表示怀疑，今天才明白，原来 Sharon 这么有想法和能力。现在我完全相信，把南方分公司交给你和露丝，你们很快就会让威曼成为南方卡车市场里面的 Top 1。Max， 其实这主要工作呢都是 Nico 和 Sharon 做的。用我们中国话讲，他们这对 partner 叫做珠联璧合。珠联璧合，谢谢你又让我学会了一个新词。但是我希望我们威曼是群英荟萃，你们说呢？你说的没错，我们威曼就是要把各路精英汇聚一堂，共同努力，共同奋斗。这次来有一件事想听听你们的意见。我们威曼是国际品牌，但同时带来的问题是价格偏贵。中国企业大多比较务实保守，花这么贵的价格买车很难。刚才你们也告诉我了，深圳这边要开始查禁走私车和诱堕车了，这样出现一个巨大的市场需求。我们一定要抓住这次很难得的机会，扩大南方市场占有率。所以我准备给德国总部提个建议，对中国市场销售的卡车进行减配降价。马库斯，你准备降价的幅度大概是多少？我考虑了一下，比如采用老款发动机，比如取消空气悬挂，另外还有一些高级配置，价格大概便宜到20%到30%之间吧。马库斯，如果这么做的话，我不同意。我们今年发布的新款车，跟客户介绍的时候，都一再强调它的发动机有多优秀。如果上市的新车没有了这些高级的配置，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客户解释。别忘了，威曼是国际大品牌，这个品牌就代表着技术领先、品质超越。如果说我们为了抢占市场，就急匆匆推出一些低配车，会让大家觉得我们这个品牌太急功近利了，而且
也会折损威曼这几十年来一点一点树立起来的国际品牌地位。Sharon，你没必要担心。高配车我们依然在卖，只是今年多出一个低配版，给中国客户做选择而已。马库斯，其实老实说，我也不同意减配降价。这样吧，这个问题我们先不做结论了。下面这几天我跟着你们一起去跑市场，听听客户的反馈，以后我们再谈，可以吧？好，我来安排。好，对 ，Sharon， 这是一份竞业限制协议，你现在已经是威曼的高管了，必须要签署一下。一旦与本公司解除合同，2年内不得从事相关工作。啊，他们外企都是这规矩，我们都这么签的。减配降价这件事情，我认为你的看法是对的，你完全不用在意他们2个人的看法。你既然支持我的意见，那你刚才怎么不当着他们的面提出来？也可以让他们听听你的理由。露丝，集体签约会上的那件事也是你私下安排的吧？没错，是我。马克思，我想你不应该这么健忘我。几个月之前，你找我来筹建南方分公司的时候，给我许诺的条件是让我来做总经理，没错吧？可是现在呢？这件事我言而无信，我已经向你道歉了。你需要我卖命的时候就给我开空头支票，然后看到尼克更有利用价值，就答应他让Sharon来做总经理。这个时候，我是需要利用尼克。在中国，你不能只看一个人是谁，你更要看这个人背后站着的是谁。说明白一点，威曼能在北京成立总公司、打台销路，全靠尼克家里的关系。尼克的背景我早就有所耳闻，可是你别忘了，德国总部能够派他来担任威曼大中华地区的副总经理，也是因为他的能力、眼界、经验都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出众吧。站在我这个层面，这一切我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可是对你这个总经理构成极大威胁的人。OK， 那咱们谈谈合作吧。你帮我挤走 Nick， 我让你取代 Sharon 的位置。到时候威曼大众化区，也就是我们2个的天下。怎么样？郑夏，今天你反对减配降价的方案，你心里的真实想法是什么？我真实想法说了，其实你内心的真实想法根本不是担心会影响什么威曼的国际品牌地位，而是在考虑别的，是吧？威曼一旦减配降价，势必会抢占一部分国产中卡的市场，而这一幕是你不想看到的，对吧？班长果然还是厉害啊！咱们同学一场，我还不了解你啊。在你的心里啊，一直抱着技术报国的理想，即便身在外企，可这心里啊，依然会挂念着像华企那样的老国企。华企毕竟是我出生成长的地方，也是我父亲奋斗一生的地方。虽然说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但这并不代表我根本就不关心华企了。我再告诉你另外一个消息，德国总部那边已经在慎重考虑，也许是独资，也许是合资，但是下一步一定会在国内建厂。如果真的在国内建厂，生产成本降低，也没有进口税，
产品价格就会降低很多。那到时候国内车企的日子岂不是更不好过了？如果威曼下一步真的可以在中国建厂，并且由我来负责管理的话，相信我，我们一定可以学习到更多的先进技术，并且最终也一定可以形成我们自主研发的能力。到那个时候，咱们中国的重卡才能真正的站在世界的舞台上，跟世界任何产品同台竞争。今天说的这些话，我父亲当年也经常提起。是啊，当年我也听沈总工很多次的提起，直到现在，我依然不敢忘记。哎，长安，哎，廖总工，这张沈总工当年使用的桌子，我们一直留在这里。我们是想把沈总工对技术痴迷的精神和他对华气炙热的情感一直延续下去。沈总工主持设计了5吨和7吨的军用重卡，现在由我们来接班，设计华气新一代的民用重卡。钱的问题我们解决不了，但我们一定要把技术工作做好。怎么样，长安？廖总工，听您的。这几位都是老夫人了，来吧，我们说点正事儿。前天听了你的竞选演讲，我很激动，连夜画了几张图。除了你设计的空调卧铺重卡，我又查阅了资料，还设计了这种集装箱牵引车头，还有这种矿山工地用的自卸车。廖总工，我去过深圳的码头，全都是这种集装箱牵引车，可都是进口。要是咱们能生产，那一定卖得好。既然开始研制民用重卡，那就不是一种，而是可以成系列的开发，像什么冷藏车、消防车、油罐车、搅拌车等等。总之啊，以后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开发什么。而廖总工，这发动机对咱们来说是个难题啊。沈总工在的时候，本来打算5改期结束就开始研发2代发动机，可是沈叔这一去世，这工作也没法继续下去了。是啊，缺了他那个发动机专家，我们就玩不转了。这几年，我们只能从东柴购买发动机，可是人家生意好，不愁卖，就年年涨价，我们都有点吃不消了。啊，对了，最近一直在忙，没顾得上问你，2代发动机的设计怎么样？我在德国培训期间，特意研究了一下他们最新的发动机。相比之下，我们的设计思路确实落后了，所以我决定，我要放弃我父亲设计的图纸，重新开始。但是，我设计了一段时间，刚一回国就被你拉来深圳了，我也没有时间再继续设计了。是，这么说是我的错，那给我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毕竟以前我也夸下过海口，说要跟你一起完成2代发动机的设计，所以以后啊，无论有任何事情，你尽管交给我去做，好吧？好啊，那我以后用人的话，可就不跟你客气了。真不客气啊！啊？哎，吴姐，哎，您这招标书我刚收到，我再跟您说个消息，我们华气已经开始研发新的民用重卡了，3个月之内，第1批新车就能投向市场。请进。吴总您好。长安，30天之内，
务必做好你的投标书。我这还有客人，我就先挂了。哎，好嘞，回见啊，吴姐。告诉二位一个好消息，之前不是请你们帮忙打听华气的司机吗？我的恩人已经找到了，就是刚才我打电话那位，叫做艾长安。是吗？太好了。哎，沈总，长安也是华气子弟，从小在华气长大的，你不认识他呀？认识。想谁呢？吓我一跳！我刚刚打电话，好像听见沈夏的声音。就是沈夏，他一定是奔着这个瀚海的招标去的。你们俩这回真要同场竞争了？怎么样？那你现在更需要我这援军了吧？正式宣布，何傲军自愿加入销售二组，给你们二组增添1员大将。小军儿，你可想好了，我这个二组3个月之后很有可能就被撤销，到时候你就得灰溜溜的回到你那车间去，而且这3个月只有基本工资，1分奖金没有。你头天认识我呀？我要是在乎那些的主，我压根儿今儿就不来了。你痛快点，要不要我吧？我当然求之不得了呀！我告诉你，小军儿，你的到来不是给我们二组增添1员大将，而你就是我们二组唯一1员大将。还真是啊！哎，这不正好吗？你说咱哥俩多久没一起干过大事儿了？记得小时候吗？咱旗舰组队掏鸟窝，就咱俩一队，配合默契十足，一掏一个准儿，让太平他们输得干着急。这回啊，一样，咱就拿出掏鸟窝的精神，保证是一掏一个准，订单多得很。那你咋不说你掏10个鸟蛋9个碎你手里的事儿呢？我告诉你啊，这次订单十分重要，这鸟蛋碎你手里的事儿可别再让我看着。你就放100个心吧啊！不过话说回来，我这次可有点生太平的气啊，不够哥们儿。你说他销售一组人才那么多，也不说分你1、2个。太平做的没错，人家是高票当选，按照规矩，太平现在应该就是销售经理了。可是现在厂里搞1、2组竞争，你仔细琢磨琢磨，怎么看都像是在偏袒我艾长安呢。太平没冲到我屋里指着我鼻子骂我，已经很给面子了。长安，你知道为啥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都愿意跟着你吗？你这人心思就没歪过，从里到外正正当当的，顶天立地的，跟着你我心里头踏实。我就是一杆枪，甘愿交到你手上，你指哪儿我打哪儿。行，相信2位老总已经收到了我们的招标书了吧？已经收到了，我们已经专门成立了小组来写投标书，希望这次能够跟瀚海集团开始我们之间的第1次合作。我们也希望如此。我听说瀚海呢是一家与香港合资的企业，之前听吴总您说过，准备拿下几个省里的重点工程，所以基于这种情况，我有一个想法啊，就是我在想，假如让您的甲方以及各级领导知道瀚海集团拥有一支威曼重卡的车队，那会不会从侧面也证实了瀚海集团的实力呢？购买什么样的设备和车辆，那肯定是实力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瀚海能拥有一支威曼的车队，那肯定能说明点什么。但是能不能合作成功，还得看2位老总的报价了。沈总，你说呢？我觉得你说的对。接下来，我将要把咱们2组第一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你啊！这是瀚海的招标书，30天之内你必须把它完成了。哎呦，这么多要求啊！哥们儿可真没做过啊，真不敢拍着胸脯跟你说能做得出来。你得相信你自己，你是咱们2组唯一的一员大将，你绝对能完成。咱俩分头行动，我得去趟深圳。又去深圳啊？啊！深圳这次可是查禁走私车还有右舵车上路情况，动作非常大，肯定很多单位得换车，我得赶紧去跑市场去。行吧，那我就拼尽全力，无论如何把这投标书给你弄出来。哎，这就对了。我告诉你，这次招标咱2组必须拿下，拿下！现在就开会吗？马克思不是还没来吗？我是想提前过来跟你聊一聊关于昨天吴总的那句话，你怎么看？你指的是他的哪句话啊？就是他说瀚海能不能拥有一支威曼的车队，就取决于咱们的报价。每个购车方不是都会这么说吗？是，可是这次瀚海的招标对咱们来说至关重要，这是咱们进入南方市场的第一站，无论如何不能输。怎么了？你到底想说什么？我就是想说，你们俩都在了哈，我们赶紧讨论一下减配降价的问题吧。今天陆氏带着我跑了几家有购车意向的公司，他们对我们提出的减配降价都挺感兴趣的，而且他们说了，现在也有别的大品牌在推出低配版，他们认为这不会影响威曼的品牌价值。Nick， 你和Sharon去了瀚海，他们那怎么说的？瀚海的吴总其实也表达了相近的意思。我们这次投标能不能成功，完全取决于我们的报价。我呢，也把我们打算推出低配车的方案告诉了他，吴总表示完全可以接受。那你的意思，如果我们还是原来的配置和定价，瀚海就不会卖威曼的卡车，是吧？基本是这样。那你现在的态度呢？你赞成减配降价吗？我赞成。Sharon， 你的意见呢？看来 Sharon 还是坚持他自己的意见，没关系，我们每个人都有保留自己意见的权利。Lucy， 你呢？为了公司的发展，我同意减配降价。好，那我们4个人等于投了票，3-1。看来 Sharon 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Lucy， 你呢？为了公司的发展，我同意减配降价。好，那我们4个人等于投了票，3-1。那我就回北京向德国总部打报告。好，我先回房间收拾一下啊，坐今晚上的飞机就回去了。那我也先回办公室了。沈夏，
对不起，沈夏，我向你道歉。昨天跟吴总聊完之后，其实我想了一夜，最终还是改变了态度，因为毕竟我是中国地区的副总，考虑问题，我必须从全局出发。你也知道，现在各大品牌都推出了高配和低配之分，面对现在这种变化莫测的市场，咱们也应该灵巧面对才是。还有就是，3木公司在疯狂地拓展南方市场。如果这次瀚海的竞标失败，那瀚海一定会购买3木的车。到那个时候，咱们所有的努力就都白费了。徐总，你说的没错。不是沈夏，徐总，我理解。莫说青山多障碍，风也不风落定。过山中也可见情。徐迟，我一直以为你不会变，可是我错了。你的身份变了，看问题的角度也不同了。我怎么可能会愚蠢的以为你永远都不会变呢？怎么着，真戒酒了？经过上回那事儿啊，我是下定决心，痛改前非，一定要把这酒给戒了。你说吴总对我那么好，我要喝酒自己出点事儿没关系，这万一把他给害了，我这辈子就后悔去了。重情重义，够爷们。那是，这叫将心比心。长安，你也算救过我一回。没有你的话，吴总上次就把我给开了。这次来深圳，有什么我能帮到的，尽管开口。还真有什么事儿？除了你们瀚海之外呢，我还想多认识一些有购车需求的单位，还有车队。这你可得多帮我介绍介绍。这你找吴总啊，他关系可广了。你找我就找错人了呀。我现在呢，不能去找他，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华汽马上参加你们瀚海的招标会，我这个时候去找吴总，被别人看着，这不是害了吗？你这人想事还挺全面的。那好吧，我还真认识一些车队的朋友，下面我就带你找找他们。那就太好了。哎，这样，你喝饮料，我喝酒，我敬你一杯。我敬你。客气，来，干！他三证了，他三证了，他三证了，他三证了。三证带了吧？我敢不带吗？查三证了，都配合一下。那我再要一下。同志，请出示一下您的三证。同志，请配合我们的工作。现在走吧。兄弟，那咱就不害怕了，继续喝。三证，都把三证拿出来。哎呀，三证。两位同志，请出示一下你们三证。你的呢？哟，警官，又是您啊！这我三证。怎么还不认识？咱们之前打过一次交道了。不对呀。哎，我这糊涂蛋，这不喝酒也犯我。怎么，又拉车里了？嗯，我等你啊，兄弟。走吧。哎，不是，哎，警察同志，上次就是您抓的我们两个，后来别人给我送的三证，您才把我们给放了。您看这样行不行？别让他上那警车，怪丢人的。他那车就在那儿，我现在去给他拿去。既然他被抓过一次，就更应该随身携带三证，你说对吧？走吧。
走。你快点儿，我等着你呢。我知道了，你先去吧，快点儿。哎，装好了，记得随身带好。以后我可不想再在这儿再见到你们俩。给你添麻烦了。走吧。哎，走。兄弟啊，今天幸亏给你载过，要不然我又抓瞎了。你还真是我的大救星啊！哎，这话你可说反了。要是没你，我怎么能再碰到吴总？要是没吴总，怎么参加瀚海的招标会呢？车给你开过来了，在那儿。哎，钥匙给你。哎，我想起来了，参加竞标的还有那个威曼。当然有了。那个威曼的女老总，也因为没带3证，跟我一块被抓进来了。哎呦，她喝多了酒，现在人还迷迷糊糊的。哎，小周，你说的是沈夏？我听吴总称他沈总，应该就是你说这人吧？你先走吧，我不走了。哎，你干嘛去啊？喂，徐志，是我，艾长安。艾长安，找我有事吗？对，我现在在深圳。哎，你怎么又来深圳了？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说这个。沈夏没带3证，被带到南山派出所来了。你赶紧去他办公室看看，找一下他的3证，过来接人。你怎么知道他？哎，你们俩又……别废话了，赶紧找他3证去。好，好，好，我现在去。哟，警官，看着吧，这女人嘛，一定要细心，以后记得随身携带3证，啊。麻烦你了。嗯。走吧，我开车送你回家。我打车送你回去吧。谁都不用送我，我自己回去。我送你。我送你。请你们尊重我的选择。海山，为什么又来深圳骚扰沈夏？不是跟你说过了，让你以后别再来了吗？我来深圳是销售我们华气的新款重卡。还有啊，我纠正你一下，我对沈夏不是骚扰，是忘不了。这个我们说成他这个蔡叔，您骗我的吧？我上次去的时候不还好好的吗？怎么突然就……叔，你再帮我想想办法吧，我这边就指望这份合同呢。蔡叔，这咋了？梁叔，这边，孟东林场那合同签了那么久，这头期款咋没动静啊？
叔您坐。杵这儿干嘛？忙你的去。梁叔，请坐。咋了？出事儿了？梁叔，我心里行了，别看了，干活。我心里一直惦记。纸包不住火，到时候要是再找起来，那可就不好办了。梁叔，我一直惦记着这事儿，刚刚打电话过去问，但对方蔡厂长说他们林厂突然改制，购车合同作废了。我会继续跟蔡厂长沟通，看有没有挽回的余地。行吧，那你就再想想办法。走了。太平，哎，竞选演讲很多人都投了你的票，我也投了。可3个月的时间真的不多，你得抓紧。去忙吧，别送了啊。大伙儿放心，林场的单子黄了就黄了，我葛太平路子广，还有能力拿到新的订单。说得对，这不是还有2个月时间吗？那大不了我们所有人都出去跑市场，我就不信了，一个订单拿不着吗？你别说的那么容易，咱们这销售科待了几年，谁不知道拿订单的难处呢？你看看二组那边，何小军天天忙着在做什么投标书，那个要是成功了，可真就是一笔大。不是你提他干嘛呢？还是你来接吧，万一是林场那边有戏了呢？喂，你好啊，我要找华汽销售公司葛大经理啊。您是哪位？我们这儿没什么葛大经理。谁说没有啊？你不就是吗？我可是听说了，你们华汽搞销售经理竞选，你是大家投票出来第1名，你还跟我谦虚。冯爱国，你还有脸给我打电话呀？你知不知道你当年给我们惹了大祸？啊，对不起，真是对不起，太平。为这件事情我也是后来才听说的，我心里头也内疚的很。咱啥都不说了，我就算我欠你华汽的一笔债，今儿我就是来向你还债的。有话快说，有屁快放。好，那我就直说了啊。是这样，我去年来深圳开了家汽车贸易公司，现在手上有几个客户着急着要买重卡，我想跟你拿车。有人要买车？哎，我跟你们说啊，有人买车，这咋？冯爱国，你这个人说话，我现在不太敢相信呀。哎，太平，咱俩老同学一场，你还不了解我？我这个人最有诚信的。我跟你说，这几个客户都是搞物流的。现在深圳出了个法规，什么组装车、非法改装车都不让上路了，人家这才着急着换车。而且这几个老板都有钱的很，把这个单子谈成，最少拿你个180台车没问题。要不是这样，我处理完手里头事情，下个礼拜就去华汽协你咋样？咱俩当面谈好，就把合同一签。这样，你不用下周过来了，正好我今天要出发去深圳谈另外一个大合同。
啊，顺便跟你见个面。你小子运气好，不用跑一趟了。哎呀，那没得法，你不管了，你来深圳，我带你好好发一下，咱俩就在深圳把合同一签。怎么样，各位？这就叫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我葛太平又要拿订单了。哎，不要自我诋毁啊！咱们怎么可能是瞎家巧呢？是不是？这应该说是，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没有过不去的通天河，挺过黑暗，迎接黎明，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大伙说对不对？对。别拍马屁了，赶紧去给我买一张今天晚上火车票去深圳。末将得令。大家一起加油！加油！哎，艾先生，你刚说的那个同事已经来了，我给他把门已经打开了。好嘞，谢谢啊。啊，不客气。小娟，小娟，呀，怎么是你呢？怎么就不能是我？你就这么不乐意见到我啊？没有。小军不来了，这是投标书，只有最后的报价没填。我说的嘛，我给小军打电话问他有没有困难，他一个劲儿让我放宽心。他还挺聪明，知道有困难该找谁。搞了半天，我是白高兴了一场。原来某些人并没有想到要找我帮忙呀。啊不，我跟小娟早就有共识了啊。有困难就得去找薇薇。这我们二组想要拿到订单，那不得有大学生帮忙才行吗？是吧？谁信？哎，薇薇，这样你等我一会儿，我去前台给你开间房啊。不用麻烦了，我这次来深圳是参加总公司组织的外贸培训班的，现在就要去报到了。走了。那我送你。行。阿姨，先喝点茶，时间可能还得等一会儿。啊，谢谢。哎，小夏。哎，妈，哎呀，对不起啊，我有点事儿，耽误了接您。没事儿，我看着你没来，给你办公室打电话也没有人接，我就坐公交直接到你们公司了。你说你也是，阿姨来深圳这么大的事儿，你也不事先跟我说一声。我在咱们公司走廊看到阿姨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懵了都。哎，服务员，上菜吧。妈，你也真是厉害啊！自己坐公交还找到我们公司了。那是，你忘了，你妈最大的优点就是认路。想当年我跟她爸谈恋爱的时候，我们去天坛、故宫，那都是我带她坐公交。你说你爸搞设计的脑子好使吧？他居然完全就不认路。脆皮烧鹅啊，秘制叉烧。清蒸新斑、酿豆腐，您的菜已经上齐了，请慢用。谢谢。哎妈，你看看还有什么想吃的，我再给你点点好吧？哎，小夏，刚才点菜的时候啊，阿姨坚持只要4个菜，非说点多了浪费，所以就是啊，咱们3个人吃4个菜还不够啊！别觉得你们工资拿得高就铺张浪费啊！妈，我这平时啊也挺节约的。是阿姨，你就别担心了，我们俩呀都很节约。您从湖南一路到深圳，这一路上肯定饿坏了吧？这4个菜呢都是经典的粤菜，您尝尝看，咱们边吃边聊。好，哎呀，这孩子真是细心又体贴呀。妈，您平时啊很少出门，这回呢正好赶上暑假，在我这儿多待几天啊。是啊，我们俩也可以抽空啊带您出去转。好，不用，我自己来。这道菜呢叫酿豆腐，虽然吃起来啊这味道也不错，可是跟您做的米豆腐比起来，那差的不是一星半点。想吃我做的米豆腐了？当然了，一直想着吃呢。之前呢我试着做了几回，可是这个味道始终做不出您做的那个味道来，所以我就想着趁这次您来深圳，不如把这门手艺啊就直接传给我，这样以后小夏什么时候想吃了，我可以随时做给他呀。谢谢你啊，徐迟，一直都为小夏着想。
你说这么多年吧，小夏在外面，无论是生活上、工作上遇到的所有的困难，都是你帮着她。你对小夏的好，阿姨都记在心里呢。哎呀，阿姨，您要这么说，可就拿我当外人了。当年我从您那儿把小夏带走的时候，我向您承诺过，一定会照顾好的，我不能食言。当然，小夏也帮了我很多。她为了帮助我管理南方分公司，放下了她最热爱的技术研究的工作。但就这一条，我也很感谢她。许副总，不用这么客气。看着你们两个一起在人生地不熟的深圳打拼奋斗，我就想起了我和小夏他爸。当年我们抱着满腔热血去参加建设华气，少粮、缺水、缺电，那日子过得别提多艰苦了。但是不管是再苦再累，只要一抬头，我就看到他一直陪在我身边。所有的苦和累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心里就觉得特别踏实，一切都有希望。妈，烧鹅不错，来多吃点啊。哎妈啊，这是我提前给您准备好的毛巾、牙刷，都是新的。一会儿啊，您就用这个啊。哎呀，不用不用，我自己都带着呢。哎呀，这都太旧了，拿去给你扔了吧啊！哎，别扔啊，我没用多长时间呢。小夏，刚才吃晚饭的时候，我怎么觉得你跟徐迟闹矛盾了？跟人家说话那么生硬。我跟他能有什么矛盾啊？妈。以后当着徐迟的面说话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让他有什么误会啊！走，洗漱去。哎来来，小夏，来，你跟妈说句实话，你跟徐迟到底发展的怎么样了？妈，你问这个问题，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了。我跟徐迟以前是同学，现在又加上是同事。以后呢，也永远都是这2层关系。你年龄不小了，小夏。要是你身边有一个像当年你爸那么优秀的男人，一直陪着你、照顾你，一定得抓住喽，知道吗？好了好了，来，去洗漱，走了。说说你这孩子，不让我说是吧？哎呀，来。外公，你啥意思？搞了半天，你是想让我陪你当说客？说的好听，马上去华企找我签合同。你呀，本色不改，满嘴跑火车。听我给你改戏嘛，莫慌张的嘛。说人话，啥事情都有个变化吧。说实话，这你不能怪我，谁让你华企前几年中卡质量老出问题，人家犹豫还很正常。郭大经理，你要理解我这种中间商的难处嘛。我告诉你，我几个老板都是老油条了，对你华企的历史是一清二楚。他们说了，还要再考虑考虑。如果说国产车的品质真的不行，他们也不是不能考虑进口车。哎，你知道吧？德国威曼南方分公司就在这个酒店。那可以呀。既然他们都说了这话了，那就让他们花60、70万去买威曼，我也甭跟他们废话。我还有别的订单要谈，忙着呢。你要理解我嘛，郭大经理。我跟你说，别再叫我经理，我现在还不是。哎，你这话说的有点不负责任了。人家职工一票一票投出来销售经理，你说不是就不是了，你就不要多想了。你爸现在成立1组2组，那肯定是做给别人看的，证明他对你是一而再再而三严格考核过的，明白了没？你还是太年轻了，
不懂你爸良苦用心。 Hi，Hello you。 Hello，Hi，Hello。嗨，Rose 小姐。哎呦，真巧啊，没想到在街里碰到了。啊，你好，冯总。哎，来，我给你介绍一个朋友。好。结尾是我的大学同学，华汽新成立销售公司的老总苟太平。太平啊，结尾是德国威曼南方分公司的副总 Rose 小姐。葛总，幸会。幸会。Excuse me, just a moment, please. OK，那到了。葛总。哎，其实我现在Rose 小姐，请坐，我们坐下聊。哎，Rose 小姐啊，我这个同学可是个大能人呐，况且嘛，他的家庭也不简单的哦。哎，你知道吗？他老爸是华汽的一把手高厂长啊，咱们这个圈子的人谁没听说过啊？葛总，说起来，咱俩还多少有点渊源。上个月就在这个咖啡厅，我跟你们厂的艾长安见了面，你认识他吧？你居然认识艾长安？哦，我本来不认识他，是我的大学同学杨薇薇带他来的。杨薇薇是你的大学同学？这么说，徐迟和沈夏你应该都认识了。哎呀，太平，认识。你看看，今天幸亏我约你到这里来了吧？这是老天爷想让你和 Rose 小姐在这里碰到呢。你们两个还真是缘分啊！别瞎说。冯总说的没错，我们认识这么多共同的朋友，确实是缘分。这样，鸽子，我也约了人，没时间陪你们多聊。这是我的名片，后面你哪天有时间，我们单独约一下。好。我方便跟您讨张名片吗？哦，我的名片用完了。没关系，你记得打给我。好，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正好我约了重要的客户谈事儿，你们俩好好聊。好啊，你先忙。好，改天找你饮茶了。没问题。Hey, sorry. No problem. 哎，太平，坐。看见了没有？这么漂亮的个女娃，威曼南方分公司的副经理，知道你是华汽的销售经理，都能主动约你喝咖啡。下来该咋弄，不用我说了吧？这样，老冯，我暂时不走了，你说吧，你需要我配合你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无论如何，我们也要多拿几个大订单。你终于领醒一回了，太平，咱俩是自家兄弟，以后就帮到一块挣大钱。徐迟啊，哎，阿姨单独找你聊聊，就是想问问你们俩到底什么情况呀？我觉得你们俩这个关系不对劲儿，明显生疏了。我问小夏吧，他什么都不愿意跟我说。阿姨，您多想了，我跟小夏什么事都没有。非要说有什么事啊，可能是因为前段时间在工作上，我们俩产生了一些分歧。由于我的某个决定呢，让沈夏对我有点失望了，仅此而已。阿姨，您想想看，我跟沈夏这么多年关系了，对吧？工作上的事儿，它迟早会过去，您不用太担心啊。你没有跟阿姨说实话。打从小夏跟你去了北京，先是考研，然后读书3年，毕业之后又跟你到了威曼，这次又跟你来到深圳，这么多年你们俩一直都在一起。按我的理解，你们这是相互照顾，一起奋斗，多难得呀！可是这次我来，我发现你们的关系根本就不像我想象的那么亲密。你要是相信阿姨，就跟阿姨说实话。得，阿姨，那我跟您说实话，这么多年来，我对沈夏的感情从来没有变过，我一直在追求她，但是呢，小夏从来没有任何呼应，可能她还是不愿意接受我吧。也许这就是落花有意随流水，流水无情恋落花啊。再加上前段时间艾长安突然出现了，什么？所以是艾长安出现了，他怎么知道小夏在深圳呢？
难道这么多年，他们俩一直都有来往？哎，阿姨，您先别着急。据我所知呢，沈夏呢从考研一直到来深圳，他们俩之间根本没有联络。这次碰面吧，完全也是一个机缘巧合。上个月，艾长安来深圳出差，参加我们微漫的展销会，两个人在展销会上碰到的。啊，可是呢，这说来也挺奇怪的，这一碰到吧，接下来接二连三的碰到好多次。哎呦，你说你这孩子昨天为什么不告诉阿姨呢？你看我一直都蒙在鼓里。哎呀，这样不行，绝对不行。旭池，哎，你告诉阿姨，你还喜欢小夏吗？你还愿意一辈子照顾小夏吗？啊？阿姨，阿姨就想听你表个态。阿姨，说实话，这么多年来，我对小夏的感情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以后不管她接不接受我都不会改变。但是阿姨没有看错你，至于爱长安，咱们一起想办法。现在啊，大家都在想办法，希望新的名卡早一天实行量产。廖总工说了，咱们这样车啊已经测试完成了，性能跟驾驶体验都非常好，正在等着国家的定型试验呢。我爸呢，组织了一波工人，正在加班加点的改造这生产线，就等着正式开工。哎呀，还有杨叔告诉我，这个样车的成本已经核算出来了，每台车大概是35万左右。最重要的是，葛厂长同意这一次瀚海竞标的报价就是35万，一分都不加。那厂里不赚钱了？葛厂长说，这最后的定价应该是在42万左右，但是1、2组各自签的第一个订单，所以都享受优惠价35万，算是对我们的一个扶持吧。哎，而且你爸还私底下告诉我，如果一旦正式量产，而且销售稳定的话，一定会大大压缩生产成本还有采购成本，到时候的定价是37万左右。37万？嗯。如果这次竞标报价是35万，你觉得我们能胜算大吗？最近呢，我也走访了一下市场，了解了一下行情，在国产卡车里，咱们35万的报价那已经是很低了。其他几个品牌同等荷载量的车，他们的报价都是在40到45万之间。所以瀚海这个订单咱们拿定了。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别忘了，我们还有威漫和三木2个劲敌，你有信心能赢过他们？我要是没信心，我敢夸下这海口吗？哎，瀚海什么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它是有港资背景，所以前些年采购了大量的报废二手车，还有右舵车，图的是什么呀？图的就是便宜。而且吴总跟我说了，这一次竞标的标准就是质优价廉。可是你想想，威漫的新款卡车已经报价70多万，那是咱2倍。还有三木现在没有新款卡车，就算它旧款卡车大降价，那也是50多万呢。听你这么说，威漫倒不会是我们的对手啊。嗯，可是三木呢？瀚海会不会选择三木？毕竟日本车优势也很大。不会的，会。它报价报50几万，那还是老款车，那都比咱新款的车贵了10几万。再说了，这日本车它有软肋，它不能超载。可是瀚海的用车都是在大型工地上，每天拉的都是钢筋混凝土，需要的就是冗余大，能拉快跑。这不就是咱华汽汽车的优势吗？照你这么说，咱这订单算是拿定了。哟，谢谢。来，先预祝你成功。不是预祝我成功，那就祝华汽成功。成功。德国总部已经同意了我们降价减配的建议。刚才我跟马库斯碰了一下，这次瀚海的投标报价是这个数。挺好啊，降了20%，终于满足了马库斯的需求，也满足了你的需求。沈夏，你知道的，其实徐副总，您不用解释。作为下属，我只要做好执行工作就可以了。等到周一，我会亲自把这份投标书送到瀚海去。
可以吗？可以，麻烦你了。今天周末，我妈要带我出去走走。挺好的，多带阿姨出去逛逛。你听错了，是我妈要带我出去走走。来，小夏。妈，这是谁的房子？还有钥匙？来吧，进来看看。哇，这房子可真是太豁亮了啊！你看看，来，过来看看。哎呀，这就是主卧了啊，可以小夫妻2个住，朝南，阳光充足，多好啊，是不是？来。这间也不错，你看方方正正的，这个可以留给父母住啊。还有这边，过来看看，这间阳光这么好，也可以做婴儿房啊，方便照顾，是不是啊？来，你看，哇，这你看阳台多宽敞啊！哎，这就绕到客厅了，你看，那边厨房啊，餐厅。这么大的、这么豁亮的客厅，看，在这儿摆上一组大沙发啊，就是整面墙的那种，然后这面就摆上电视机，这一家人住在一起多幸福呀！啊，你觉得呢，小夏？什么我觉得呀，妈？这谁的房子啊？这是徐迟新买的房子。他什么时候新买房子了？什么时候？他就是买了房子也不敢告诉你。小夏，你心里不清楚他为什么买房子吗？很简单，他就是想跟你结婚成家才买的房子呀。在他心里，他早就把你跟他的未来准备好了，不光是你，连我，人家孩子都考虑到了。他说不放心我一个人在湖南，要把我接过来住。他知道湖南冬天啊阴冷，我这个风湿病经常犯。他说深圳这边暖和，到这边过冬腿就不会疼了。还说这儿哪儿都是红花绿叶，看上去就赏心悦目，大家可以和和美美的住在一起，多好啊！可是这些话他不敢跟你说，只是昨天聊天的时候没忍住告诉我的。但是人家孩子一再叮嘱我，千万不要告诉你。他说了，他几次正式向你表白都被你拒绝了，他怕你生气，他也心疼你生气。是，我知道他的心意，也拒绝了几次。好了，妈，走吧，回酒店吧。小夏，小夏。妈年纪大了，妈现在最大也是最后的心愿，就是你能找到一个不仅仅在工作上能并肩作战，在生活上也能相互照顾，能一直陪着你的人。妈知道，你心里还住着一个人，所以没有地方给徐迟留位置。但是你要想清楚，有些缘分它是孽缘，当斩则斩；有些缘分是良缘，就在你身边，你得抓住喽。你自己想想看，你认识徐迟快10年了吧？这10年当中，你跟他在一起的时间比跟我在一起的时间都要长。论人品，论学识，论谈吐，你觉得徐迟怎么样？你告诉我。我承认他各方面确实是不错，不是不错，在同龄人当中